If you want to become smarter, you have to look at the copy of life. World Survival Guide. 2026年，上海一个年收入70万的家庭卖掉了宝马，孩子离开国际学校，取消了所有旅行计划。如果放在10年前，这样的家庭已经算很多人眼里的成功人士。但今天，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可能根本不是想象中的中产。王磊今年39岁，外企中层，妻子在银行做客户经理，一家3口。如果按照过去的标准，他们是标准的中产。2020年，他们做了一个当时觉得非常正确的决定，买了一套学区房，总价1200万，首付400万，掏空了两边父母的积蓄，自己又凑了一部分，贷款800万，月供将近4万5。那时候，所有人都说上海核心区的房子不会跌，学区房更不会跌，这不是消费，这是投资。3年后，楼下邻居急售挂牌价980万，比王磊当初买的低了200多万。挂了3个月没有成交，后来降到950万才有人来看。王磊站在阳台上看着那个急售的牌子，心里算了一笔账，自己这套房账面亏损可能已经超过200万，相当于很多普通家庭10年的积蓄就这样消失在一块挂牌价里。那一刻，王磊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东西可能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属于自己，但这还不是最让他紧张的。接下来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公司裁员，他没被裁，但部门从80人缩到40人，升职冻结，年终奖取消，妻子的银行开始降薪，绩效工资砍了将近30%，家庭年收入从巅峰期的将近100万降到了70万左右，而支出那一端，月供4万5没变，孩子的国际学校每年20多万没变，父母开始需要更多的医疗开支，一个月收入5万5的家庭房贷就吃掉4万5，也就是说，王磊每天睁开眼就已经欠银行1500块，剩下的1万块要养活3口人，还要面对两边父母越来越高的医疗开支，这笔账怎么都算不过来了。于是降级开始了，宝马卖了，孩子转学了，旅行取消了，一切能砍的全砍了。但问题来了，王磊真的变穷了吗？他没有失业，家庭年收入还有70万，银行账户还有存款，放在中国，这个收入水平依然超过绝大多数人。那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答案藏在一个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事实里，这不是王磊一个人的问题。因为今天很多中国家庭都发现自己最大的财富其实从来没有装在银行卡里。过去20年，中国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群体，根据不同机构的统计口径，大概有3到4亿人可以被划入中产范围。但这个群体有一个和欧美中产非常不同的特点，他们的财富高度集中在房产上，大约70%的家庭资产是房子。很多人以为中产是收入决定的，但在中国，很多时候中产只是房价决定的。2015年到2021年，中国主要城市房价翻了1倍，甚至更多。一个家庭买了一套500万的房子，3年后值800万，5年后值1000万。他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在增长，其实不是，是资产价格在膨胀，工资没有涨那么多，现金没有多那么多，能力没有强那么多，唯一涨的是房子的标价，而这个标价从来没有被兑现过。王磊的1200万学区房不代表他有1200万，它只是一个挂在墙上的数字，真正属于他的不是1200万的房子，而是800万的贷款。房价上涨的时候，财富是他的；房价下跌的时候，负债也是他的。只有卖掉的那一天，才知道这套房到底值多少。而现在的答案可能是不到1000万，而且还不一定卖得掉。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过去20年。很多中产家庭的升级路径是这样的：贷款买房，房子涨了啊，觉得自己变富了，于是消费升级，换更好的车，送孩子上更贵的学校，住更好的小区，过更精致的生活。但这一切的基础不是收入真的涨了那么多，而是资产价格在涨，给了大家一种我很有钱的感觉。你可以把它叫做纸面财富，它让你觉得自己身家千万，但银行卡里的余额并没有变成千万。现在资产价格开始回调，纸面财富在缩水，很多人突然发现过去几年的生活方式其实一直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这个假设是房价会一直涨，收入会一直涨，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现在假设不成立了，建立在它之上的一切都开始松动。所谓的降级，不是从中产掉到底层，而是从幻觉回到现实。如果你在海外生活，这件事可能比你以为的更近，因为很多海外华人的父母就是这一代中产，他们辛苦了20年，攒钱买房，供孩子读书，送孩子出国，他们手里最大的资产可能就是1-2套房子。
以前他们觉得房子就是养老金，等老了卖掉一套或者拿租金就够过后半生了。但现在房子的价格在跌，租金在降，有些房子挂出去半年都没人看。他们开始问一个以前从来不会问的问题：这套房子到底还能不能变成养老钱？如果你最近和国内的父母打电话，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变化。以前他们说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现在越来越多父母开始问，房子要不要趁早卖掉钱，放在哪里比较安全？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话听起来很轻，但如果你仔细听，能听出来他们的安全感在松动。中产集体降级不是一个消费话题，而是一个身份话题。过去20年，房价上涨，经济扩张，收入增长，让很多人相信自己已经是中产了。他们按照中产的标准生活，中产的标准消费，中产的标准规划未来。但当支撑这一切的基础开始动摇，很多人第一次被迫回答一个问题：扣掉房子的账面价值，扣掉还没还完的贷款，扣掉所有纸面上的数字，我真正拥有多少？中国很多中产不是在降级，而是在第一次发现自己以为拥有的财富，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自己。房子涨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变富了；房子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只是替银行保管了一套房子。真正属于自己的，可能只有那张房贷账单和已经回不来的20年青春。原来很多人奋斗了半辈子，不是成为中产，只是成为了房价上涨时代的乘客。这里不预测未来，只记录变化。我们下期见。